直到看到裘英俊谈相声界大徒弟的重要性，才明白当年侯耀华为啥非要当常宝华大弟子。就说这个大徒弟很重要，为什么？这大徒弟在过去来说能当师傅一半的家。就是当年有一位相声演员，他当时就想拜于宝林先生，于先生也同意了。就后来要办这仪式的，得跟陈明志打个招呼。为什么？陈明志是于宝林先生的大徒弟。大徒弟怎么说？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你们算找谁地？近期，裘英俊分享了一件相声界的趣事。早年于宝林先生教过一位弟子，对方想要拜入他的门下，于宝林也很喜欢对方，于是点头同意了。其他弟子也很高兴，同意师傅收下这名师弟。可就在举办仪式之前，有人将这名演员带到了大师哥陈明志面前。听说师弟们都同意这件事，并且做了这个主，陈明志非常生气，直接就说：“你们算哪根葱？”陈明志仅用一句话便断了这名相声演员的拜师之路。由此可见，在相声界大弟子的地位有多高。难怪当年侯耀华拜师时非要抢着做大师哥。曹老师的学生没有年龄比我大的，对，所以我在拜师之前呢，有一天特别征求他意见。我说我要落一最小可不行，我说因为跟他们比起来，我认识他是最早的。在侯耀华的一通歪理之下，常宝华同意让他做自己这一门的大师哥。可原本的大师哥牛群却不乐意了，他在收徒仪式上当场翻脸。师傅，他现在大师哥，我就是老二。师哥，说大师哥，您这个咱俩有一拼。要知道，牛群做了这么多年的大师哥，一直兢兢业业，帮师傅教导师弟。可如今常宝华收下侯耀华，却直接夺走了他的大师哥身份，气得牛群当场翻脸，直接扭头走人，甚至连常宝华的葬礼他都没有去看一眼。由此可见，他与常宝华算是彻底断绝关系了。而葬礼当天，也是由常家门新任大师哥侯耀华做主举办的。鼓掌！现场嘉宾齐齐鼓掌送常宝华最后一程。如果当年能够料到这一幕，也不知道常宝华还会不会选侯耀华做大师哥。直到看到常宝华带着主流相声演员们表演说学逗唱，才明白他说自己不学这些东西，原来都是真的。那些年轻人呐，好好要记住啊，我们是在美学里边是站得住脚的，是很美的一种艺术啊。什么说学逗唱，这是误区。4门功课还功课呢，我不做这功课。此前，常宝华接受采访曾谈起过相声的4门基本功说学逗唱。常宝华直言这些都是误区，他根本不学这些。真正的相声应该是语言和表演，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他此前带领主流相声演员们表演的一出大群口。常宝华负责领头，其他几10位相声演员负责配合。他开过2天没唱，咱买过2天没，他说当过2天没谱，当然真对了吧？金喜有金山，对，金土有金盖，没错，金拉有金拽，对，金灯有金踹，行了，金喜金晒金铺金盖金拉金拽金灯金拽金灯金踹。这一幕倒也是真的应了常宝华所追求的表演。可这样的相声真的还算是相声吗？别看常宝华热衷于对相声基本功提出新的想法，但对于更加传统的辈分制度，他却十分享受。此前参加喜剧类综艺节目，常宝华在后台等待上场，恰好赶上郭麒麟下场，得知师祖也在后台，郭麒麟赶紧上前探望。老祖，您好。是我才让这个孩儿，您辛苦。要老鼠我都吃不亏呢。这是孙子啊！一会儿我在台上我叫他。郭麒麟见到常宝华后，恭恭敬敬与对方握手，并且解释了自己没有第一时间迎接的原因。与此同时，还关心了师祖的身体，可以说将德云社少班主的教养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常宝华却十分自傲地表示，叫师祖我还吃了亏。但实际上，郭德纲在相声界辈分属于常宝华的孙子辈，郭麒麟叫师祖完全是合情合理，没有丝毫逾越的地方。而因为常宝华辈分高，连带着常远在娱乐圈也是备受关照。万万没想到，常远之所以能打败乔杉，加入到开心麻花，其实是因为他有个好爷爷。完了之后，这个我们麻花的一个老同事就说那个实在不行把常远留下来，他爷爷是常宝华。对咱们话剧能起到点宣传作用。当时我一新这个公司，我说好，留下常远，乔杉到现在还记得我，抱歉啊。
此前宣传电影时，沈腾讲述了当年常远加入开心麻花时的趣事。当时他与乔杉一起面试，想要加入其中，但最终沈腾只要了常远，却没有要乔杉。究其根本原因，并不是常远比乔杉优秀多少，而是因为对方有个好爷爷。常远的爷爷是相声界有着超高辈分的常宝华，与侯宝林大师等人一个辈分。像如今十分活跃的郭德纲等人，按照辈分其实都是常宝华的孙子辈。而除此之外，常家还有一个惊艳世人的小蘑菇常宝坤。当年他还在世时，天津几乎无人不知晓他的名字。近期常远更是借着大爷爷的名气登上了央视的舞台，在其中分享了当年常宝坤的英勇事迹。5天后，敌机再袭，他不幸中弹，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。这位小蘑菇就是我的大爷爷常宝坤先生。当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常宝坤主动向上层领导请示，愿意出发到前线，给战前的同志们说相声，缓解他们的压力和情绪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战场上，无数人觉得惋惜，但他的这种精神却鼓舞了后人。于是，在常宝坤之后，无数相声演员奔赴前线，包括常宝华也是其中之一。所以，常家在相声界地位才会如此之高。其实，按照相声界辈分来算，常远的辈分也丝毫不低，他与郭德纲同辈，岳云鹏见到他都要称呼一声师叔。前段时间，岳云鹏、常远共同出演了一部电影，二人在参加发布会时，一个小细节暴露了岳云鹏对他有多尊重。当时其他几位嘉宾率先登场，常远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人，而当他进来时，其他嘉宾早已落座，只有岳云鹏还站着等待。虞书欣已经进入到 AI 的状态了哈。看到常远落座后，岳岳也跟着往下坐。随后常远发现没关门，于是他又起身去关门。岳岳见状，立马再次起身。后来还是李成儒拉了他一把，岳岳这才坐下。看到这里，终于明白相声界的辈分规矩有多严格。那么你们还知道有关于常家的哪些趣事呢？